months is under your bed. Deep and abiding, liking for you is all I need. Until my heart gives in,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for you. You will grow up in the blink of an eye and move out and be on your own. But no matter what comes your way, I will stay right here beside you to catch you if you fall. And deep and abiding, liking for you is all I need. Until my heart gives in,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for you. Deep and abiding, liking for you is all I need. Until my heart gives in,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for you. Maybe I'm not the one that you've been dreaming of. The dirt underneath my fingernails and worn out shoes. I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fall for someone like you. An uptown girl without a single care in the whole wide world. But I don't wanna run away from you.
secret life that we share with the stars and the moonlight. And when the morning comes with a brand new day, then we have to pretend that we don't know each other. But I don't wanna run away from you, 'cause baby I am done hiding my love for you. So please won't you run away with me, 'cause you can't control who you fall for. Appalachian sunrise meets my skin. Even with my eyes still closed, I feel it coming in. Golden, I'll follow the golden, golden, golden things. Mountain laurel high fives for miles in spring. Rainbow trout and a hummingbird wing. Golden, I'll follow the golden, golden, golden things. Gold hair, gold rings, gold leaves, gold anything, gold. I'll follow the golden, golden, golden things. Walk up the river by my son. Feet step over. 在上一支影片中有一则留言，正好说到了我想表达的观点，所以我非常用心的回复他了，很想分享出来，结果很遗憾，留言者自己把留言给删除了，所以我只能凭记忆把我们的对话复原一下。他的留言大概是这样的：最近在你的影片中看到越来越多心灵分享的内容，我觉得十分不妙，因为只有不快乐的人才会去想这些，希望你早日找回快乐。我的回复是这样的：我觉得非常妙，正是一次次的向内探索，让我找到了自我，永远感谢那个勇敢走过这一切的自己。另外，希望你以后可以看完影片再留言。然后他的回复是这样的：影片我已经看完了，如果留言让你感到不舒服，我可以删除，因为我或我身边的人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些东西想得越多，越容易深陷其中，会越来越不快乐。所以我非常担心你，你是个聪明人（括号从以往的影片中可以看出来）。我希望你懂我的意思，不要想太多。祝你早日重回喜乐。原文有点长，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对他的回复是这样的：我没有不舒服，反而感谢你的留言，给了我一个绝妙的表达机会。如果你有认真看完我的影片，我不认为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你处处表现出关心，但无不显示出你居高临下的评判和傲慢。不是人人都有勇气凝视深渊，更不是人人都有能力或缘分到达彼岸。请记住，你眼中的我才是真正的你自己。或许你应该看看是不是自己内心有尚未解决的伤痛。在这段回复里呢，我想表达的有2点。第一，首先是对我自己的觉察，明显长出了主体性和攻击性。如果是在过去我会优先考虑对方的心情，而忽视自己的心情。我会觉得他是好意，所以会感谢他，对他写的内容表示肯定，大概率不会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现在呢，我已经不 care 他是否好意，我只 care 自己的心情。我一眼就从中觉察出了他的无知和傲慢。很明显的，他人对你的理解不会超过他对自己的认知程度。当你意识到他人只能从他的认知水平来评判你时，你就不会再解释自己了。无论是赞美还是批评，任何外界的声音都是噪音，我不需要任何人来评价我，这是主体性。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攻击性。联想起前段时间在职场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经过多次忍耐后，我与一位同事经历了观点碰撞，之后的工作就顺利多了。这2件事让我觉得特别开心。我发现主体性和攻击性它原来是一体的。你喜不喜欢我真的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开心。作为自媒体创作者，除了流量，留言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源，因为有的留言真的会让自己心梗所以说该释放攻击性的时候就要尽情释放，不然这股能量很可能转为向内攻击自己。第2点，回答留言，探索自己真的会很痛苦吗？一定程度上说是这样的，但终极结果一定是快乐的。探索自我是一个深渊，你去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觉醒是一场残酷又壮丽的内在革命，每个人的觉醒都是与另外的自己殊死相逢，挑战被编程、创伤、惯性塑造的旧我，直面认知撕裂、意志拉锯和身份消亡。你相当于死过一次，所以可以想象这场战争有多么的残酷。当你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重生，你会发现殊死搏斗的双方都是我的一部分，你会达成一种深刻的内在统一。你可以选择不去直视你的内在阴影，那样你或许可以获得短暂的快乐，但是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一定会再次复发，永远无法彻底解脱。真正的勇士不是那些征服外部世界的人，而是敢于调转枪口，与自身阴影短兵相接的灵魂。只有这样才能从被动生存变成主动生活，成为一个真正自由、完整而有力量的人。